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说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巴西蓬勃发展，而且在当地呢与老牌欧美国家汽车制造商同台竞争，而且现在纷纷把这个欧美汽车制造商老牌的挤出巴西市场。那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其实中国汽车制造历史呢与巴西有间接的关系。我们把时光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德国大众汽车最早到中国进行投资建厂。大家注意当年德国大众去中国投资，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带去什么先进的技术给中国，更不是去帮助中国发展什么汽车制造。为什么呢？当年最初德国大众汽车到中国投资办厂，它是把巴西，因为德国大众汽车在巴西很久，1953年开始就在巴西呢投资建厂了。当年德国大众汽车在巴西那个桑塔纳生产线，巴西市场已经过时了。但是中国当年可以说汽车几乎为零，对吧？几乎也有中国自己的，但是呢，其他的那个私人乘用车可以说几乎为零。所以当年的德国大众就是把巴西市场淘汰下来桑塔纳生产线，1比1的拆下来，然后呢搬到中国上海去。在当年的中国还算比较先进的，所以这样一对比，你看中国当年这汽车工业多落后啊！而在巴西呢，长期以来西方汽车制造商一直在主导巴西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巴西人口有2亿多，对吧？而且它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或者是在1万美元左右，所以呢还是有一定的购买力。所以巴西市场呢在全球也算，从汽车来说也算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原来一直是欧美这些汽车制造商一直在主导着巴西这个重要的市场，但是现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日益迎头赶上。那中国为何能在巴西那么成功，而且现在正在迅速的取代西方这些制造商？其实还是因为中国完全掌握了电动汽车的制造技术。在巴西，奔驰、大众都到那个地方投资建厂。在圣保罗的郊区有奔驰的工厂。我们知道那个奔驰汽车它那个 logo 像一颗星，对吧？曾经这个奔驰的 logo在巴西圣保罗他们的工厂可以说闪闪发光。但是现在呢，有一座长城汽车的瞭望塔，这是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的标志。从今年也就是2024年5月开始长城汽车公司计划在巴西圣保罗的郊区，也就是原来奔驰汽车工厂，因为奔驰呢也撤出了，每年生产2万台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而在2020年之前，奔驰在这里生产它是 C 级的那个 C 系列那个车，又加上奔驰的 SUV。 因为奔驰呢在巴西举步艰难，也可能有疫情的原因吧，所以奔驰撤出了这个厂，然后就空着了。再然后呢，就是中国的长城把这个厂把它接过来了，然后呢自己在巴西现在在当地 local 生产这个混动汽车。在巴西东北部，原来福特也在那个地方生产，但是呢福特因为在那个地方经营不善也撤出了，然后这个厂就空着了。而现在巴西人民巴西政府特别的高兴，因为呢终于找到新的那个主人了，那就是中国的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比亚迪搬进去了，而且比亚迪呢希望到明年2025年，从明年开始在那个地方生产电动汽车以及车身还有电池组件。圣保罗 UFABC 大学一个政治学者叫乔治·罗马诺，多年来一直分析中国巴西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说这一步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为什么？因为像这些西方老牌的汽车制造商，像奔驰还有福特纷纷撤离，对不对？带走旧的技术，
而中国这些汽车制造商纷纷入场，带来新的技术，旧的就是燃油车技术了，新的就是电动车技术。一边是西方的老牌企业退场，另外一边呢是中国新的企业入场，这个一正一负，所以反差特别大。然后呢，这个政治学者说，所以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巴西汽车工业完全依赖外国汽车制造商。前面我们谈到了，巴西人口有2亿多，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是几十年、上百年来，巴西没有投资发展自己的汽车制造业，而是一直邀请世界各地各国的知名的汽车制造商到巴西投资建厂。最早的是福特，1919年就到巴西投资建厂了，而且是第一个。然后呢，大众是1953年到巴西投资建厂。因为大众呢，它是生产大众化的，就是一般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汽车，而巴西呢，正好他们的那个收入水平还有他们的消费水平能够达到大众汽车这个生产汽车这种价格的标准，所以大众汽车在巴西特别畅销，甚至呢，现在很多巴西人认为大众汽车是巴西的本土品牌，当地人称叫 Fox。而且到2023年，大众汽车在巴西市场排名第2，每销售的6辆汽车当中有1辆就是大众的，所以大众汽车在巴西特别的家喻户晓。但是福特在巴西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福特1919年就到巴西投资建厂了，在那个地方已经足足100年了，可以说是非常老牌的汽车企业。但是呢，福特公司的案例表明情况是可以改变的。2020年，这家汽车制造商在巴西市场近100年之后，正在退出巴西市场，因为经营不善。为什么？没有创新一直在吃老本，那怎么行呢？对吧？所以汽车管理顾问 Cassio Pagliarini 说，这撼动了市场，也就是福特汽车退出巴西市场呢，撼动了整个市场。那就意味着，如果其他汽车制造商不投资到创新，那么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现在德国大众也面临了德国大众计划在巴西大规模裁员，形势非常严重。而与之相反，中国你看车企现在纷纷入场到巴西，不仅不是裁员，而且是大规模招兵买马，形成真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而且行业专家预计巴西电动汽车的数量将大幅增加。那要赶上以及推动这种趋势，当然需要创新了。而在这方面，就是电动汽车方面，中国的创新是非常强劲的。创新也意味着巴西汽车市场的电动化。2023年，电动汽车以及混动汽车在巴西新上牌的，它的比例为3.4%，而同期中国大概是40%左右，也就40%左右，巴西只有3.4%，德国大概是2%左右。你看，巴西与中国差了不止10倍，比例仍然很低。另外，巴西行业协会确信巴西的电动化进程肯定会加快。所以这对中国车企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行业专家预计，到2023年，在巴西销售的新车中，大概有45%都是电动汽车。我们来看看2023年，也就是去年，巴西最畅销的5个电动汽车品牌是什么呢？排在第1位的是丰田，第2位就是比亚迪了，还有第3位是奇瑞，第4是长城，第5是沃尔沃。沃尔沃其实是2010年就被中国的吉利全资收购了这里是指轿车，也就是乘用车，不是指卡车。也就是说，沃尔沃虽然是个瑞典的品牌，但是它是属于中国吉利的。所以说，你看在巴西前5个品牌当中，也就是新能源车的品牌，有4个是中国的。只有1个丰田第1，而且丰田这里肯定不是纯电动车，应该是那个 hybrid， 也就是混动车。所以电动汽车品牌
电动车的技术绝对在巴西就是中国遥遥领先，这没有疑问。另外，在巴西市场前10款电动汽车或者新能源车有8款是中国的。我们来看看有哪8款。排在第一的还是丰田，它应该是混动的啊。但是第2的是长城哈弗。排在第3的又是丰田的一款，叫 Corolla。然后呢，第4名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第5名呢也是比亚迪的海豚。然后呢，第6的是奇瑞，第7的是沃尔沃。刚才说了，沃尔沃肯定算中国品牌，因为它是属于吉利的啊。然后呢，第8是奇瑞，第9也是奇瑞，第10又是沃尔沃。你看，在巴西，10款新能源车有8款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2款是丰田的。你看，在巴西，中国汽车制造商发展势头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巴西汽车顾问卡西欧·帕格利亚利尼说，中国制造商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啊？2个地方，一个是优惠的价格，另外一个是它的质量还非常好。他说，中国生产的汽车完全可以在国际上竞争，也就是和国际那些老牌的著名的生产商完全可以同台比武，质量差不多，甚至更好，而且它的价格却不贵。这是巴西这个汽车顾问亲自说的啊，也就是说质量还挺好，或者非常好，但是价格很低。当然，这个汽车顾问呢又用了西方的话语术，他说中国这车那么便宜，完全是基于中国的国家补贴。其实我不认为是完全是国家的补贴，其实还是中国政府它比较高瞻远瞩，对不对呀？因为很早中国政府就已经布局了，加上呢中国有自己很多的稀土，这个原材料，对吧？生产电动汽车需要这些稀土，中国没有的稀土呢，或者很少的，中国政府早就布局了。比如说在非洲的刚果，把那个矿山都买下来了，锂矿，比如说啊，然后呢，从这锂矿的开采到提炼到整个电池的技术，中国的车企完全掌握，也就是这个全部价值链都掌握在中国车企的手里。而相对的，比如说德国吧，德国说原材料也没原材料，还有电池技术几乎也没有，几乎是空白。但有一些啊，大部分是在中国的手里，还有呢一部分在韩国手里，对吧？日本也有一点，但是呢绝大部分在中国手里。另外我们知道啊，就是电动汽车，它一辆车的价值40%都是这个电池，而中国完全掌握这个电池的，从矿产的开采一直到这个成品，这个电池都是中国自己去完全掌握，所以中国有很大的主动权，而德国没有。德国这个车企呢，不得不从中国这边购买，或者跟中国这个汽车制造商联合起来，他们才能够拿到电池。所以，如果是说控制成本的话，德国汽车制造商完全不可能与中国竞争。刚才说的是原材料以及电池，对吧？另外一个呢，这个人力成本，德国这边工厂、西欧这边工厂和中国那边人力成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现在德国有这样的趋势，就是减少工作时间，但是工资照领100%。你说它的竞争力在哪里，对吧？怎么跟中国竞争呢？当然，中国内卷非常严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也想与西方这样有那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不允许啊。而现在呢，正是中国这产业大规模在海外卡位的时候，比如说电动汽车产业，如果中国现在呢也学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对吧？所以中国人呢可能还要过一段相对来说与西方国家相比艰苦的日子。在中国大举占领了那些市场之后，今后呢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价值把它抬起来，然后中国人也会过上有一天西方曾经过上的日子。而同样的，西方这车企啊败下阵来，那他们到哪里找工作？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那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啊，对吧？另外那边中国的可能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高，而西方
很可能会收入越来越低，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一个是东升西降，在这方面也非常的明显。因为咱们今天讲的就是电动汽车或是汽车制造或者汽车在巴西的发展，所以在巴西这个汽车市场，中国占有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另外一个呢质量还要比西方可能更好。你说人家巴西人他也不傻，对不对？他肯定是买中国的呀。那你西方这些老牌的车企还不是败下阵来，所以纷纷要撤离巴西，就这个原因。巴西从政府到民间非常欢迎中国到那个地方去投资建厂，这与西方，特别是像美国还有欧洲西部这些国家敌视中国人以及敌视中国的那个投资有非常大的反差。我们知道，像中国电动汽车根本就不准在美国那个销售，对不对？还有中国这个华为也被禁止在美国销售呀，对吧？不仅是在美国销售，而且华为的技术都不准进入美国。西欧这些国家一样，是美国的看门狗，也跟着美国这样来制裁中国。而且我还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欧洲这边是如何敌视中国的投资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吧，汉堡港集装箱码头，因为汉堡港呢遇到了财政困难，所以呢他们要改革，然后呢想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参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于是呢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有意参股25%。当时呢在德国一片哗然，因为德国现在可以说啊，西方很多国家都这样，是政治挂帅，然后是意识形态挂帅。一想到中国，想到中国的企业，就会想到中国是国企来我们德国，它就是要掌控我们德国的经济命脉。然后呢，还有所谓的数据安全的问题。你看一个德国汉堡港有什么那个数据啊？有什么敏感数据？但是德国就这样啊，从政府到民间到政客都这样。德国的绿党特别反对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参股汉堡港集装箱码头。后来好像呢，就是这个参股的那个比例降低了，但是呢还是参与了。如果德国真的脑残，不允许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参股，那我觉得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也不会慌啊，因为你德国不欢迎我，我可以到那个安特卫普啊，或者是鹿特丹，对不对？这离德国也不远啊，损失大的是谁呀？还不是你德国？真的脑残啊！因为这意识形态脑残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你看，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的技术真的敌意满满。但是巴西完全不一样，巴西是张开双臂啊，特别欢迎中国投资。因为巴西他根本就不担心你跟巴西有什么竞争，因为巴西根本就没有汽车制造这个产业，所以他肯定是欢迎任何其他的外国制造商到巴西投资建厂。一个是可以为巴西创造就业，对吧？创造税收，然后还降低那个汽车在当地的售价，让当地老百姓也受益。这是对巴西来说，它是多赢的局面。而且相对来说啊，巴西这个国家，因为它是属于同属南方国家，它不属于高高在上那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他们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中国的态度，要比西方这边对中国态度好的不止几个数量级。我去年也去过巴西，我就觉得，当然是走马观花啊，我不知道巴西整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巴西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比如说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问我从哪里来，然后我会说，他们看我的脸，我肯定说我是中国人啊，对吧？然后一说中国，他们就说很好，怎么样。反正呢，与西欧这边我在德国对中国人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到那个巴西，我就感觉特别好。现在我们回到巴西汽车市场，中国的投资在巴西非常受欢迎，而这一战略呢正在发挥作用。2年前，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它的份额占巴西进口的那个比例0.5%都不到，但是到去年2023年，
电动汽车的比例啊，已经占到了1/3，也就是说，巴西每进口3辆电动汽车，就有1辆是中国制造的，或者中国的品牌。从2年前的0.5%都不到，仅仅2年时间就达到了1/3，这个速度飞快呀！前面提到长城呀、什么比亚迪呀，都到巴西呢投资建厂去了。一旦中国的汽车工厂在巴西投产，那当地电动车的价格可能会更低。而且现在相应的营销活动在巴西已经展开了，比如说比亚迪在黄金时间投放广告，另外比亚迪还赞助拥有数百万观众的电视连续剧，像这种也是一种隐性的广告。前面提到，巴西政府呢对中国投资以及对外国投资都是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巴西呢依赖外国投资，因为它没有这个工业啊，没有工业，很多人就没有就业了呗，对吧？所以呢，就巴西啊，从政府到民间对外国投资是心存感激的啊，而不像比如说在德国是敌视中国这种投资。因为呢，巴西它没有很多的工业，而且巴西啊，什么阿根廷呢，他们这些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巴西人口众多，但是呢，它执行了不好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巴西去工业化，还有阿根廷去工业化也蛮严重的，特别是阿根廷更严重。然后就导致了他们本国他们的收入可能不高，然后呢就业的程度也不高。另外我觉得这个巴西和阿根廷呢都是受了西方所谓经济学家的忽悠吧，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对吧？这其实是西方经济学家炮制出来一个概念，是为了麻痹发展中国家的人。发展中国家人会认为，反正呢我们很难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那我们就不要去努力了吧。真的很多国家就这样啊，又加上去工业化，你说你这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从金融到工业，特别是高端的，那你这个社会，你这个经济体，你的收入怎么能够上去呢？对吧？你没有产业，那你就没有研发，没有研发，那你就更没有产业了，对吧？这是一种那个恶性的循环，而中国就没有信这个邪。你看，中国现在可以说在各个产业都对西方形成了急起直追，而且现在有些已经超过了西方。这些你看，他们原来的蛋糕很多都被中国抢走了。你说西方能对中国人有好感吗？能对中国政府有好感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个伪命题，没有的。只要中国人努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发展自己的那个工业，哪有什么过不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呢？真的就是西方这些经济学家炮制出来，为了麻痹那些发展中国家人的啊。巴西对外国投资欢迎到什么程度？几乎不设限。比如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电力，巴西呢也是允许外国投资参股的。比如说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国电就控制着巴西1/10的高压电网，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巴西是可能的。但是说来说去，到底对自己的国民好不好，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也不是今天话题了。咱们今天还是说中国汽车在巴西呢蓬勃发展这个话题。巴西欢迎中国投资，巴西也欢迎当然外国其他投资了啊。而且巴西的政治学者还说，巴西不害怕所谓的间谍活动。比如说在欧洲，这个电动汽车的技术被归类为战略基础设施，西欧的人很害怕所谓的间谍活动，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敌对国家，意识形态敌对的，对吧？还有从种族来说也是不同的。所以呢，他们对中国还有对中国这种政府呢，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吧。但是巴西就不同，他们根本就不害怕所有的间谍活动。在巴西呢，人们对投资呢还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是圣保罗 UFABC 大学那个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技术啊特别高效。罗马诺说，从巴西的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巴西扩张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中国呢，让巴西有了更多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呢，只有西方这些少数几家汽车生产商，对吧？
而且他们西方公司一般可能会沆瀣一气，他们可能私底下会说好统一什么定价，对吧？然后呢，相当于只有几家少数企业，他们定价定得高高的，那最后被解羊毛的还不是巴西的普通老百姓，对吧？而现在呢，中国有更先进的电动汽车技术入场了，而且价格要比西方的那个竞争对手更低。那巴西政府与西方那些企业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一张牌，有更强的底气、更足的底气了呢？而欧洲还有美国这些企业突然多了一个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他们心里肯定是特别恼羞成怒，对吧？而这个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这些竞争对手，能够提供给巴西人更多的选择。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看巴西政府还有巴西人，难道不欢迎中国投资吗？对吧？而且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中国电动汽车这些车企啊，在巴西的势头非常的好。今后呢，可以以巴西为据点，巴西本身就有2亿多人的市场，非常的庞大。整个中南美洲有那么多的国家，人口众多，对吧？比如说智利啊、阿根廷，还有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巴西把市场做起来之后，把品牌做出来之后，完全可以覆盖整个中南美洲。那其他国家，比如说像什么德国大众啊，或者是奔驰啊，除了可能高端市场还有一些机会之外，其他的估计呢，绝对打不过中国。所以目前来看啊，中国电动汽车在巴西的势头确实非常的良好，这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吧。